你们，放那儿就行。让我看看今天有什么好吃的。这少女心的颜色，还有淡淡的花香，不会是封情书吧？小川，还好我认识。今夜子时，白露崖下，埋云花旁，不见不散。怎么连个落款也没有？鬼知道谁写的。难不成是司马娇？他今天又要来找我？不，这种粉色香香花间不可能是他那个钢铁直男干出来的。那这语气，难道是原深的老情人？不能去！阿杰这么一个精神不稳定的老板已经够让我头疼的了，再多一个前任。已经是寅时了，这廖甜甜居然敢三番四次的无视我。好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去，怎么又来？啊，好痛！有没有人啊？哎呦，没事，不行，我得去找师祖，不然120没来我就要挂了。师祖在哪儿？师祖！这里是师祖的私人领域，在三圣山的时候，是蛇兄带我闯进去的。这次我自己跑来，可一不可二，万一他生气了怎么办？好痛！醒醒！醒醒！我的血应该早已能压制毒性，难道他体内这东西并不是寻常的魔毒，不是魔域的奸细吗？怎么一次又一次被他
不会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好冷啊！周围怎么这么暗啊？这不是师祖的血凝花吗？好久没有这么放松的感觉了。是我睡错地方了，还是老板报错抱枕了？外面怎么那么吵啊？我怎么好像突然有了千里眼跟顺风耳啊？感觉动动手就能移山填海。老板，我好像变强。师祖，师祖，还活着，吓死我了。真难想象他这500年是怎么熬过来的。这道伤是新的。昨天晚上我肚子疼得差点要疼死了。好痛！难道是你救了我？那我现在身体里这异样的感觉都是你给予我的吗？为了救我，你竟然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。虽然我总叫你老板，但其实如果能选，我不会留在你身边，因为你是个很危险的人。按照现代社会的标准，你应该是个大坏蛋。可就是你这样的大坏蛋，在这个世界却一次又一次的救了我。我肚子不疼了。喝了我的血，自然不会疼。我喝了您的血啊！趁现在让我们杀了他，不知后悔。三圣山岂是你们能撒野的地方？这种伤对于修仙的人来说，不应该一下子就好了吗？可我看着胸口的伤，也没有好转的迹象啊。我的体质比较特殊，伤口很难痊愈。这种弱点您告诉我干嘛呀？告诉你又如何？这点小伤，又能奈我何？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逼 king 人设呢？什么是 B King 人设？就是您这样的，老是一边开大一边吐血。看我受伤，你有些紧张。有吗？对了，您怎么给我解毒的呀？你喝了我不少血，又吃了血凝花。那个传说中一片能增长1000年修为的血凝花。哦，可惜都没尝到是什么味道就昏过去了。不过
司马教还真是大方啊！你的修为如今已到了化神期，如何？想杀我了吗？不想。还想长修为吗？不想。那想离开我吗？不想。等等，不对，为什么最后一个答案是不想？我已经被吃喝玩乐的生活腐化到这种程度了吗？算了，他是为救我才这么累的，当个抱枕就当抱枕吧。神仙的感觉这么快乐呀！不要随意乱跑。我在白鹿崖，别人的神识不敢靠近。出了白鹿崖，你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虎视眈眈。凭你如今的修为，出去碰上任何一个，便会立马陷入池淀。神识就是刚才那个呀。来到这个世界以后，我总觉得这里的一切都不够真切。可今天被司马教这么一番操作，修为大涨，竟然有了置身修仙世界的真实感。原来学术法这么好玩啊！还能玩点别的什么呢？都化神期了还那么弱，随便一拦就被打下来了。那我刚学术法嘛，自然比不过您这个学了500年的学霸呀。学霸又是什么？不过就算再给你500年，你也比不过我。你这算什么师祖？简直就是小学鸡！我真的是膨胀了，竟敢公然骂他了。你敢骂我是鸡？不是，小学鸡在我们那儿是一个夸人的说法，他是说您很可爱，很惹人爱。日日挂念着情爱，怪不得你们那里的人修为毫无精进。哎，是啊，我现在哄师祖的本领，可算是炉火纯青了。别演了，看出来你想吃了，想吃就让你吃个够。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生气会变老变丑。原来祖宗还有体贴细心的人设啊！看来他并不像表面看着那么吓人的嘛。赔钱，赔得起吗？还请息怒。你们这些小小门派，我好像听见我师傅的声音了。天之宫的花宴已经是3生有幸，竟还如此不长眼！放肆！我清谷天再怎么籍籍无名，我师父也是一派之主，怎容你这般侮辱？白竹，师傅，真的是你？师姐，庭燕徒儿，怎么着？还叫帮手是吧？啊？师傅师弟，这怎么回事？师姐，这天之宫的弟子醉酒，自己撞到师傅身上，弄洒了琼浆玉露，竟污蔑是师傅所为。谁醉酒了？啊？不就是瓶酒吗？我赔你，多少钱？这琼浆玉露值灵石100颗。我分期。满口胡言！你这小小混账弟子，你耍我是吧？
简直是找死！怎么回事啊？那人谁啊？好高的修为啊！老板，师祖，真的是师祖。我随师父迎慈藏道君出关时曾见过。弟子见过师祖。天眼徒儿，还不快办！天眼徒儿，看你顺利出山，为师就放心了。之前见师祖灭了诸多弟子的命灯，为师担心你。如今整个仙府都传师祖对你宠信有加，此话可当真？没有，我跟师祖可没有那种风流韵事啊。那师祖为何如此厚待你，竟当众护着你？可能我能给师祖解闷儿。为师只怕你四体不勤，又天资愚钝，拙口笨塞的。师父，你现在骂人可真够高级的。这万一要是真的触怒了师祖，被灭了命灯，不如还是找机会跟师祖请辞，回青谷天修炼吧。啊！师祖，师祖，廖廷彦是你派来我身边侍奉的弟子，我未曾开口，你便替我做主。师祖恕罪，弟子不敢。师祖啊，我师父他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还是你想要赏赐？弟子不敢受赏。说吧，你要什么赏赐？弟子恳请师祖，若是廷彦徒儿有侍奉不周之事，请您宽宏大量，饶他一命。师父，不允。倒是可以赏你们4条灵脉。这么多！一口气赏了4条灵脉，不愧是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青谷天这个小小门派，以后怕是要赶上我们月之宫了。谢师祖赏赐。灵脉也并非越多越强便好，譬如白鹿崖的灵脉，不是你等有福销售的。白鹿崖的灵气滔天，不知师祖这话是何意？白鹿崖的灵脉，于司马氏族人是良药，对其他人来说是毒药。若他人用白鹿崖的灵脉修炼，修为越高越危险。公至合体，一旦运功，必死无疑。师父，你放心，师祖他对我。这司马娇竟然真的看上了廖廷彦，只是他既不动手自杀，也不出卖我的身份，究竟在打什么算盘？老板，我虽然不会修炼，但最近身体有些变化，可能是因为吸收了白鹿崖灵气的原因。我会不会有事啊？应该会吧。会。那我会死吗？你离合体期还相隔甚远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没有什么修炼天赋的，看来人才也是一件好事。回去。老板，您刚刚不是说我们是去杀人的吗？
是啊，可你方才吃了那么多，若是见我杀人呕了出来，岂不是坏了我的兴致？这是在关心我吗？刚刚在花宴上也是，不仅关心我，还关心职工家属。我现在总算是看清楚啦，这祖宗是个妥妥的口嫌体正直，不应该叫司马娇，应该叫司马娇。你在笑什么？我在想，您对下属真的是关怀备至、体贴入微，我对您的感恩之心有。闭嘴！司马娇竟说那灵脉堪比毒药。公主，您如今功成几许了？我昨日刚至合体，那您有运过功吗？幸好未曾。公主，有无可能司马娇是故意恫吓我们的？他若知晓我们拿了白鹿崖的灵脉，暗自修炼，他为何不直接杀了我们？他出山之日血流成河，可是毫无顾忌。司马氏的血凝花，都需喝过凤山之血方可食用。白鹿崖的灵脉如此，也不足为奇。那公主，眼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啊？近来，宫中已有几名修为高的弟子步入炼虚，若此事为真，恐怕他们接下来也会有异样。我们是否需先提醒他们，近日先不要用灵脉修炼？不，先稳住其他弟子，莫要声张。若司马娇所言为真，他们可为我做着马前卒。师祖，您怎么在这里？我正要去找公主。公主，这几日接连有宫中弟子在练功之时走火入魔，变得魔怔痴傻。他们皆是我宫几百年来修为极高，已然修成炼虚的弟子啊！一直炼虚，下一步就是合体。看来司马娇说的没错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不行，我去找石掌门。你这是干什么？石掌门，师氏世代侍奉师祖，恐怕如今只有你能救我。哎，天公主，你我感情深厚，这个忙我一定要帮的。这样，你且回去等待消息，我即刻便去白鹿崖。谢师掌门。天无涯呢？天无涯他一大早就去寻诗千缕了。天无涯真是诗千缕的一条好狗，诗千缕那个老东西定会来为他求情。那我们要去见诗千缕吗？我才没这兴致和那老东西你来我去的猜哑谜。走吧，我们叫上庭燕一起吧。他一个魔域的奸细，比仙府之人还要正派，又见不得血，碍手碍脚。师祖，其实我也很害怕看到尸体的。你跟了我几百年了，这点障眼法都看不出来吗？障眼法？莫非那些天之宫的弟子，并没有真的走火入魔，而是师祖您为了震慑住天无涯所制造出来的假象？
若不是公主你盗来白鹿崖灵脉，我们也不会至死颠地。胆敢妄言，还要杀我！求师祖饶我一命！晚了。司马交，你欺人太甚！妄图用凡间功法打败我，你窃取我白鹿崖的灵脉修炼，想必你现在的修为比我低不了多少吧？若运功用灵术反击，还能与我有个来回，怎么不用？原来是做贼心虚，怕运功会被反噬。你要如何才肯放过我？你自己动手，我满意了，便留你一条命。我错了，求师祖饶我一命！满意了吧？你对自己还真是心慈手软，只可惜白鹿崖的灵脉没有问题。道真，一试便知。你宁可一身功法无处施展，也不敢放手一搏，那我留你还有何用啊？我没事。司马交，你耍我！不如在此封印之上再加一道禁制。此禁制连着他全身经脉，可压制住他，令他无法自强。即使他再痛苦，也不能求死。你可还记得这些？你这是想以彼之道，还之彼身。师祖，我没有灵魂护体，受此定刑，只怕会没命啊！我法力强大，便理应受这500年的定刑之苦吗？我当你错过了什么？天无涯死了，司马交，你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我在白鹿崖等了司马交半晌，不见我就算了，他明明知道我是为了天无涯来求情的，连个招呼也不打，就把他给杀了。这天无涯向来与我们交好，现如今我们连他的性命都护不住。这要是落在其他公主的眼里，恐怕会怀疑我们平定内乱的能力，怕是日后不会再听您的差遣。此番司马交对天无涯下手，怕是没那么简单。他这是在敲山震虎啊！难道他察觉了我们的计划？他若是真的察觉，
别说是我们失势，连整个庚城仙府都有可能被他毁了。照我看来，他应该是还不知情吧。师祖，诗仙侣正在召集其他各大宫的公主。果然是沉不住气了。但是天无涯已经死了，即使想要扶持新的公主，这一时半会儿也做不到啊。他召集他们干嘛呢？无非是封印我，或者杀了我。翻来覆去，不就这些伎俩吗？如果封印我，看来他的功法已深不可测。他若杀了我，他如何敢对您动杀心啊？如今庚辰仙府只有您才能供奉灵火，他是不想修炼了吧？才做如此愚蠢之事。若想杀我，他背后的心思就有意思了。想必天之宫公主的事情，大家都已经听说了。这师祖实在太过残忍，堂堂的一宫之主，说杀便杀。哎呀，原本以为师祖只杀阴流年那等敌对之人，如今看来，我们到底还是低估了师祖的疯魔性子啊！他既然杀了天无涯，那就说明他仍旧对当年上一辈封印他之事耿耿于怀呀。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，重启封印阵法，将他封印。如今天无涯已死，新公主又尚未成契合，凭我们几个够吗？唉，师祖生来性情古怪，从小便残忍嗜杀。我本想去感化于他，可是如今看来，他已然是无药可救啊。好吧，既是如此，那石某此番也愿意尽绵薄之力。好，有师掌门相助，倒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大家都同意吗？叶公主，若司马交被封印，我便更难寻到杀他的机会了。40之宫的袁公主看似有话要讲，不知是何意？我觉得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若贸然启动封印阵法，我们必定会两败俱伤，恐怕本宫的弟子全部要搭上。这样的代价，是否值得？我们可都喝过司马氏的血，他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天无涯便是个例子。我袁某人就没喝过司马氏的血。哎呀，你没喝过司马氏的血，不代表你先祖没喝过呀。师祖难不成会放过你？那天无涯怎么死的？天无涯是因为偷了灵脉，才会被师祖惩处。若大家对师祖没生二心，师祖也未必会斤斤计较。哦，我知晓了，袁公主，你是因为你那40之宫的小弟子得了师祖的青睐，你便犹豫了。荒唐！师祖，果然如您所料，诗仙侣已经召集其他公主，在商议要封印您的事。除了40之宫的公主没有听从，其他人皆同意了他的举措。不过入灵没有表态。40之宫，师祖，恕罪呀！真新鲜，八大宫竟出了个聪明人。按照您之前的推测，诗仙侣现在的修为已经颇高了，能代替天无涯行封印之术，至少也是个合体。说不定已经攻至大成了。那岂不是和师祖现在一样？他也配跟我比吗？诗仙侣应该会利用袁彻的弱点为他所用。不过这个袁彻，我之前并未留意过。你去找找，看他有什么软肋。是。
且看我们谁能赢这一步棋了。父亲，这袁彻如此冥顽不灵，定是个贪生怕死之辈，看来得需要用点手段才行啊。你小瞧他了，此前师祖出山，他如同神隐，万分的谨慎小心。现在他攻下那个弟子廖廷彦，深受司马交的信任，那他更不敢轻易的开罪他了。想要让他反，就得拿住他的七寸了。哎，他是不是有一个儿子叫袁商啊？之前因为灵根受损而郁郁不得志啊。袁彻为了他呀，可操了不少心啊。等我寻个机会，杀了这袁商，再推给司马交。你要弄死他？也不是不可以哦。原来老板是在这样一个人吃人的环境里长大的，怪不得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恨意。那我作为老板的心腹，是不是应该去表表态，安慰安慰他呢？不行不行不行，廖廷彦，廖廷彦，你就是一个咸鱼，靠躺平升职到这个份上已经很幸运了，不要自不量力好吗？老板，您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懂了，一定是灵火烧的您又烦躁了。怎么回事？还这么烦躁吗？今天空调不管用了？你去睡吧。这有点像老板还在加班，却跟我说你先下班一样，那么离谱。那我去睡了。老板，你这样，这样睡得好吗？毕竟这份工作的福利太好了，迁就老板一点也是应该的。司马交这人应该是个不近女色的事业品，他爱待着就待着吧。果真，它不仅能缓解灵火带来的灼烧，也总能莫名平息我的怒火。醒醒，醒醒！起来，不许睡了。请问有什么事儿啊，亲爱的老板？能不能体谅一下美人的暧昧之心？睡眠不足，容易有黑眼圈的。你怎么能睡得着？我为什么睡不着？我在这里啊。哦，然后呢？整个庚辰县府的人，凡是听过我的名字的，无人不怕我。你怎么还能安心的在我身边入睡？睡眠质量太好了，不能怪我。你真让人看不透。好吧，
虽然老板是熬夜老司机，我也要舍命陪君子。熬夜老司机，就是您这样作息不稳定的人。你哪里来那么多奇言怪语？大概我思维敏捷吧。父亲，我听说司马昭让弟子们100人死斗，死的都是8大宫的得意门生。其他公主对此有何意见？是否有对你施压？他们当然心存不满了，但暂时还不会公然抗议，毕竟谁也不想惹怒司马昭。况且还有天无涯和我相互配合，只要不杀到我们头上来，师祖杀几个人又有何妨？他若真想全灭了我们，自己也会两败俱伤，讨不到什么好处。况且新的公主也是刚刚上任，现在形势不稳，他们至多也是有些怨气。我已经安抚下去了。父亲，那我们就随着司马昭这么胡闹下去吗？长此以往，8大宫恐怕会脱离我们掌控。司马昭被封印了那么久，心中的怨气难消，那总是要处理些人，平复一下心绪吧。再说了，死的都是些弟子，他想杀便杀嘛。如今他虽狂魔，但是至少我的话他还是能够听进去几句的。我们只要小心谨慎地照料着，在大计没有完成之前，我们既要稳住8大宫为我们所用，也不能让司马昭太狂。师祖，各大宫的弟子已赶至武斗场，还问今日的死斗何时开始？为了血凝花，他们连命都不要了。我看诗千旅和8大宫那些人，根本就不把这些弟子的命放在眼里。上次死斗之后，那诗千旅居然只稍作安抚了一下，就将此事化解了。看来这8大宫内有诗千旅的内应。内应？会是天无涯吗？只有他与诗千旅走得比较近。白鹿崖的灵脉本应由诗氏看管，看来诗千旅是给了他一些甜头。什么？难怪他最近的修为长得这么快，近日听闻已至合体期。诗千旅也太可恶了，这些灵脉又不是归他诗千旅所有，他就是一个看门的，凭什么替师祖慷慨啊？天无涯，好熟悉的名字。父亲，司马昭的修为增长如此之快，不会有朝一日挣脱这锁链吧？无涯，你放心，这8根封印法钉已经打入他的体内，就算来日他能挣脱锁链，也无法脱离封印法钉的镇压。那万一他要是忍受不了痛苦自戕，那可怎么办？毕竟他的性命连着灵火，他若是死了，庚辰仙府的灵脉岂不尽数散尽？少公主所说有道理，不知你有什么想法？依我看，不如在此封印之上再加一道禁制。你方才说他修为几何？天无涯的修为刚步入合体期。今日有宴会吗？有的，今日天之宫举办花宴，邀各宫的弟子参加，应该十分热闹。很好，那我们也去凑一凑这热闹，与天无涯好好戏耍一番。好啊，师祖，那我们何时出发？待廖廷彦醒来。师祖，这是在关心廷彦吗？师祖是不是想让廷彦多睡一会儿？
你现在也敢胡乱揣测我的心思了？一觉睡到自然醒的感觉就是爽。让我看看，又送来什么漂亮衣服？魔镜啊魔镜，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？是廖廷艳。奇迹艳艳，快乐变装。老板，走。昨天才刚加过班，今天能不能不要加班了？什么是加班？就是像您现在这样，要我24小时待命。所以你不想跟我走？也不是不想。为什么不想？怕看到死人。一个魔域的人竟会怕死人？不去就先杀了你。您等我换个利索的衣服。跟上。您等我换个衣服的呀。这满园的果香。老板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杀人。可以不去吗？你觉得呢？这是谁呀？这派头比我们几个宫都大，说不定是什么大弟子啊！哎呀，别去理他。好香啊！你想吃什么就吃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老板，您不是说咱们是去杀人吗？怎么带我来团建了？就是大家一起吃吃喝喝。你不是饿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方才你咽口水的声音吵到我了。所以是因为我馋了，特意带我来吃东西的。谢谢老板。还记得我是怎么教你的吗？往哪里死最好？动手！动手！你们怎么非要逼我？老板，您怎么还碰瓷儿呢？
灵脉果然被减弱了，好机会！也会被你抢先。新公主，你不一起进去吗？师掌门，你是师祖的守护者，你都没有进去，我怎敢轻举妄动啊？当年你可是亲历了师祖被封印的整个过程，他有多强大，你是最清楚的。这新月夜，灵力会被削弱之事，是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相信师祖不会甘为鱼肉的。师祖，你醒醒！师祖，师祖，醒醒！师祖，吵死了！你还好吧？怕了？当然怕了，我连鸡都没杀过，上来就让我杀人，你怎么自己撞过来了？放心，这是解开封印必要的一环。什么意思啊？好戏就要开始了。师祖，您怎么伤成这个样子？师祖，您可安好？师祖身边那位，你，去探探他的脉。怎么探啊？我没有学过中医。何须再探？看他这样子，想必是真的不行了。没错，我已经身受重伤，灵力几乎消耗殆尽。想必你们也是有所发现，才赶过来的。人都齐了，甚好。我的命就在此，来拿吧。师祖，你哪来的底气啊？我俩刚避免了你死我活，又要同生共死了吗？我不让你死，你就不会死。司马娇，到了如此地步还这般猖狂，我等好心送门下弟子前来服侍你，你却无故杀戮，是何道理？你又是哪个宫的？被你们关了500年，我都记不得了。当初封印我的老家伙，怎么只剩你们3个人了？人都没到齐，何能解我心头之恨？这个时候还要拉仇恨，不愧是祖宗，我真的佩服。诸位都听见了吧？司马娇这是要和我们翻旧账了。今夜我们联手，定能解决他。若今夜不杀了他，日后谁都逃不掉。哎，糊涂啊，真是糊涂。我死了，便没人能再供养灵火了。你们可想清楚了？待你死后，我等手握血凝花和你的尸身，自然会庇护，更臣先负重任。
你说的薛宁花，可是词多。司马萧是想引我们八大宫前来，用我们的血解除封印。快走！往哪儿跑？是灵火，出不去了。师祖，这恐怕是个误会，我们绝无恶意。至少我们天之宫，绝没有对您不敬的意思啊！果然，你新月夜会虚弱一事是个谎言。现在才意识到，迟了些吧？跟他拼了！司马昭，你凶残至死，前世就是个魔头！司马昭，你不得好死！司马昭，你千窜万窜，没想到还少了一个星河灿吧？只有八大宫的直系血脉才能解开封印。那星河灿平时胆小如鼠，现在却使你计划落了空，也算是立了一大功啊！你怎知少他一人，我的一切计划就落空了呢？你们送进来的人，我当然要好好利用。终于等到这一刻了。好吗？我已经忍着家眼的封印很久了。
师祖，我们这是冲破封印了哈。没错。那就好。封印竟然被解了，果真，灵力被削弱之事是假的。师祖传出谣言，定有他的谋划，想必里面一定是一片血海。别说了，去看看。你看他们每一个人，走出去都是令人畏惧的大能。你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。多可笑！对此你作何感想？你的腰好细。什么？我觉得你可能是被关久了，饿成这样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我遭受过的痛苦都要一一讨回来。我可没这样说啊！叶公主！师祖，我不用给您陪葬了哈。你不想死？当然不想死，我刚刚都要被吓死了。师祖出关了！怎么？快！恭迎师祖出关！恭迎师祖出关！廖廷彦，你侍奉不周，险些颠覆仙府命脉。师祖，弟子今日就替您清理门户。师祖，恕罪呀！岂容你在我面前放肆！师祖饶命，弟子只是担心师祖。怕什么？我说了，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这位弟子是四时之宫的吗？竟得师祖如此青睐。我也从未见过这位弟子。师祖之前可是对我们宋锦山的弟子大开杀戒，怎么偏偏留下个修为低劣的3灵根弟子，有何用处？当初送弟子入山之时，抱着何种心思，自己心里最清楚。你，师祖，今日三神山被毁成这样，不如您先去白鹿崖暂住，等弟子们把这里修葺完毕，再请师祖回山。还想将我押回来再封500年？师祖，您误会了，我是……行了。师祖，您不
会因为我目睹了您的杀人现场，就把我灭了吧？你在想什么？师祖，您要杀就杀吧，别玩我心态了。如果杀累了，要不就回去洗洗睡了吧。那便依你。师掌门，师祖，这是何用意？老板，师祖，我还想活，您千万别杀我。那便留你一命。这也太突然了。突然吗？我为这一刻已经准备了500年。以8大宫直系血脉，为我解开封印结界。这方法我一直都知道，但难题在于如何凑齐8宫血脉为我解封。我出不去，只能让他们进来。我将灵火炼出分身，增进修为，为的就是点燃8大宫心中的恐惧。师祖，息怒啊！师祖息怒！他们恐我冲破封印结界，自会派人进山。弟子婉玲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一旦送进山的弟子丧命，他们便会因畏惧之心蠢蠢欲动。师祖怕是还记着昔日的恩怨。让我们先下手为强。你去把塔外的结界消了，老鼠会顺着缝隙溜进来。而这第一个新月夜，就是我最虚弱的时候。那些溜出去报信的弟子，会诱使山外公主趁虚而入。公主，新月夜是他500年难得一遇的虚弱之时，但只靠传言，还远远不够。端看新月之夜的当天，灵脉是否会变弱即可。师祖体内的封印法钉令他无法自戕，这点是做不得假的。你今日无需再干杂活，只需学会一种杀人的术法。还记得我是怎么教你的吗？往哪里刺最好？动手！你们干嘛非要救我？我与灵火融为一体，一旦我的心脉受损，与灵火相连的灵脉便会受到影响。只有8大宫亲眼看到我身体虚弱的征兆，他们才会不顾一切的进山。灵脉果然被减弱了，好机会！机会被你抢先。让你刺伤我，是使这个计划成功的最后一步。那您自己捅自己一刀不就行了吗？干嘛要我动手啊？庚辰仙府那些老东西，怕我在三圣山与这仙府的灵力同归于尽，在封印我的钉子上加了禁制，让我无法自强。
所以这一剑要由你来刺。再者，不给你这个机会，怎能让我彻底辨别你当真无害我之心？拿自己的命当赌注，您可真是一个狠人。你是不是想骂我？没有啊。你是不是想骂我？是。骂来听听。杀人狂，大混蛋，你满意了吗？那你是否想杀我？不想。这所有的因果。你不是困了吗？去睡吧。天道规则，轮回漩涡，生死又如何？你渡我，唯独众生去结果。是非对错，流言传说，亲手将命运捕获。又狗过了一天。你为我，为了伤口的愈合，沧海浑浊，与天一搏，成全着的我。司马娇在这里被封了整整500年，现在终于出来了，为什么他看起来并不开心呢？这仙府定藏了不少秘密，再让那群人苟延残喘些时日，公主，这贱奴竟想要夺位！究竟是什么东西，竟能炼化公主的内丹？难道你是公主的直系血脉？不会是公主女儿吧？公主女儿？不然，我如何炼化她的内丹？拜见公主！拜见公主！拜见公主！从今日起，阴之宫由我叶入灵掌管。若有不服，尽管来战。弟子不敢。拜见公主！司马娇，你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。他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睡觉而已，也值得这人如此痴迷。